瑞宝铲个青团，还给自己舒服上了，是不是草地太柔软了？瑞宝舒服的直接躺下了，顺便还打了个哈欠，这是给自己铲困了吗？而自这周开始，瑞宝辉宝正式开始自己的室外生活了。早上姐妹俩一出门，江爷爷就在门口呼喊姐妹俩过来带姐妹俩去室外。哄进通道门口后，江爷爷赶紧跑到出口处，继续呼唤姐妹俩过来，给姐妹俩鼓励。害怕姐妹俩因为害怕又掉头走回去。姐妹俩出来后就坐在通道门口了，好像在等待着什么，应该是在等待爷爷。心想爷爷怎么不出来？怎么自己给自己关里面了？今天园区因为下雨，泥土比较湿润，很容易弄脏身体。辉宝心想，反正都要脏，那就脏个彻底吧。辉宝直接爬进小亭子底下，从小亭子下面钻了过去。但今天瑞宝就不太爱玩，瑞宝爱干净，出门后主要就是在通道门口徘徊，想着爷爷赶紧给自己通道门打开，让自己回去，自己不想弄脏身体。瑞宝相对于喜欢比较干净清爽的空间，瑞宝第一次经历下雨，下雨后园区潮湿感比较重，可能瑞宝不喜欢。瑞宝等了半天，爷爷迟迟不给自己开门，这才走去园区其他地方玩耍。从第一次出园区，瑞宝就对小瀑布感兴趣了。今天也先是来到小瀑布前检查了一番，等姐妹俩回到室内园区时，就只剩下睡觉了。或是因为下雨天温度和湿度对成年大熊猫来说是最舒服的时候，乐宝这里睡得格外惬意，爱宝这里也表现得很明显，在自己的小床上都打起滚来了。而姐妹俩则是睡在独木桥上，宝家生活充满着安逸与舒适。瑞宝这里铲青团还是那么有规律，就算自己跑去了室外的通道门口，但感觉到青团要来了，还是会等跑进草丛里后再铲青团。今天江爷爷在中国参加粉丝见面会，刘老送头，自己在家带娃。很多姨姨看到瑞宝和辉宝在韩国待得这么舒服，再加上很多杂乱的消息乱传瑞宝辉宝回国的时间，这次江爷爷在粉丝见面会上也正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复。瑞宝跟辉宝明年真的会回去中国吗？내년은 아니고요. 4세 이전에 돌아가야 되는데 루이바오 회이바오는 2023년에 태어났었으니까 27년도 아마 1, 2월 정도가 되지 않을까라고 생각이 됩니다. 근데 규정은 다 똑같기 때문에 루이바오 회이바오도 결국은 돌아가야 될 것 같아요. 瑞宝辉宝是2023年出生的嘛，基本上规定上是4岁以前要返还，所以预计可能是2027年。同时，宋爷爷的粉丝们也没让宋爷爷失望，虽然宋爷爷没有去成中国，但中国的粉丝们一直在江爷爷面前 cue 宋爷爷，还让江爷爷给宋爷爷打电话，真是太给宋爷爷画面了。不过江爷爷婉拒了，因为觉得老宋头在韩国太忙了。江爷爷开玩笑道，其实是怕老宋头抢了自己的海报，因为粉丝想让江爷爷帮忙收下宋爷爷的海报。江爷爷表示，如果是自己的话还可以，老宋头的就算了，拿着还是。제 그림이면 받으려고 했는데 송박 그림이라고 바꿨잖아요. 他如果是画他想收，但是老宋头这里等江爷爷回来后，肯定有小情绪。这2天就开始偷摸在瑞宝辉宝耳旁说江爷爷坏话，例如江爷爷出去玩了也不带咱仨，而且人家送咱们的小礼物，你江爷爷也不帮咱们收，等他回来咱们一起对他生闷气。因为江爷爷走了，所以没法轮班了。老宋头这里什么事儿都亲力亲为，姐妹俩这里也没有为难老宋头。就比如昨晚下班时，姐妹俩也没有调皮，在老宋头给姐妹俩送来小零食之前，瑞宝这里就已经蹲在通道门口等着了。老宋头对姐妹俩讲，不用着急，还可以在园区玩一会儿，顺便还给姐妹俩送来了小胡萝卜。但试问爱宝为什么没有？爱宝来到老宋头的门口，问老宋头要属于自己的那块胡萝卜。老宋头表示，爱宝的胡萝卜太大了，下班前吃不完了，所以只能让爱宝回家再吃。姐妹俩这里吃完胡萝卜后，乖巧的来到通道门口等着。等通道门打开后，辉宝立马跑回了家，瑞宝这里也没犹豫，紧跟在后面。宝和辉宝彼此之间一定是有他们自己的交流方式。早上瑞宝辉宝都在独木桥上睡觉，这时辉宝肚子传来了咕噜咕噜的声音，是辉宝的肚子提醒辉宝该起来吃点东西了。辉宝起身后看到姐姐身前有一捧竹子，于是辉宝小心翼翼地走到姐姐身边。辉宝害怕打扰到姐姐睡觉，所以动作很轻，有点蹑手蹑脚的样子。这时的辉宝够不着竹子，没有去责怪姐姐是因为她挡着，而是只怪自己的腿太短，明明就在眼前，自己却够不着。辉宝虽然在家小心，最后还是给瑞宝碰醒了。这氛围一下给双方都整得有点不知所措。刚好这时竹子倾斜过来，辉宝咬下几片叶子，赶紧走去了另一边。瑞宝转过头宠溺地看着自己的这傻妹妹。辉宝吃完这几片竹叶后，倒头继续睡去了。
而在辉宝睡后，瑞宝醒了，瑞宝拿出一根竹子，想着递给辉宝。姨姨们不知道姐妹俩是怎么沟通交流的，但姨姨们能看懂瑞宝和辉宝彼此的小动作和小心思。一会儿姐妹俩醒来，姨母给姐妹俩送来了小零食和竹子，辉宝也就在圣熙阿姨这里能够如此的听话，可以被其随便摆弄。喂完小零食，再给辉宝搂进怀里，检查一下小牙齿。辉宝今天又可爱到犯规了，对不想回家的保家老宋头又出手了。不过老宋头今天出手的对象不是瑞宝和辉宝，而是爱宝。今天下班点到了，此时爱宝正和辉宝在小亭子上玩耍，瑞宝这里独自在小木床上躺着吃竹子。瑞宝此时的状态舒服的太不像话了，实在不行给瑞宝送学校去了。这时老宋头来到园区，打开房门喊瑞宝辉宝回家吃饭。此时听到门响的辉宝和爱宝也不打闹了，转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，默契的很。老宋头走进园区拍了拍手，这时先被吸引过来的是小滑梯上的辉宝。辉宝走过来后没有丝毫的犹豫，看到老宋头关上了他的房门，辉宝一个急转弯就跑向了自己的通道。而这时的瑞宝此时翻了一个180度的跟头，从小床上翻了下来。瑞宝现在比辉宝都会整活了。瑞宝下床后和辉宝一样都没有过多的犹豫，都是径直走向了通道门口。老宋头看着瑞宝辉宝都回家了，爱宝这里还在犹豫，老宋头根本不给爱宝犹豫的机会。老宋头直接带着自己的诚意走到爱宝的面前，将一块清甜可口的小苹果摆在了爱宝的面前。爱宝看到后立马就走了过来，看来大熊猫的近视是选择性近视，对于胡萝卜爱宝，但对于小苹果爱宝从来不近视。而这时的老宋头就蹲坐在门口看着爱宝，直到看到爱宝向自己走来，自己才走回房间，同时爱宝也走回了家。最后园区就只剩乐宝了，乐宝还在等待着老宋头会像对待爱宝一样给自己哄回家。老宋头也没让乐宝失望，老宋头站在通道门口呼喊着乐宝，表示爱宝已经在房间等乐宝了。乐宝哪能受得了老宋头的这句话，直接就从小木架上下来了。宋光军早上怕不是拉了坨大的，这体重怎么从40千克直接干到37千克了？这怎么还减上肥了？是因为去室外因为太胖爬不到小树上而郁闷了吗？还是因为太胖上不去小床被姨母忍不住笑出了声的原因？这怎么还管理上身材了？这让爷爷看了又要心疼了。辉宝爬不上小树，爷爷看到后的第一反应不是直接笑出声，而是不断鼓励辉宝，还试图替辉宝寻找方法，让辉宝不要灰心，下次再试。그래 방법을 찾았어. 꼬이도 방법을 찾은 것 같아. 그렇지, 옆에 나무를 이용하는 거야. 아이, 못 올라가겠어. 꼬이 잘했어. 내일은 올라갈 수 있을 거야. 내일은 올라갈 수 있어. 이제 대나무 많이 먹어야 돼 이제. 而老宋头看到了，则开始研究是不是因为这个小亮台摆放的位置不行，是不是还可以改进一下小亮台。从不会去说辉宝体重的事儿，虽然辉宝听不懂胖是什么意思，但爷爷们却怕辉宝听到心里去。而辉宝这里体重突然的下滑，让爷爷们也很迷惑，甚至有些心疼。姨姨们反安慰饲养员，猜想这一定是辉宝早上趁测量体重前拉了坨大的，给爷爷和姨母开了个玩笑。不过今天姨姨去看瑞宝辉宝时，这姐妹俩体型对比，果真看不出谁大谁小来了。辉宝这4斤轻团可真管事儿啊！上周经过将爷爷对乐宝、爱宝的血压体检演练，在这周里，爷爷配合兽医们，成功对爱宝和乐宝完成了他们的第一次体检。情况上和演练时一样，爱宝不管是面对奶爸还是兽医小哥哥给自己放置血压检测工具，都是显得很平淡。看爱宝的眼神，坚定的眼神好像要遇到。在爱宝模拟体检时，将爷爷就夸过爱宝，而且自己还帮爷爷阻拦着瑞宝和辉宝。爱宝是完全信任奶爸的状态，而乐宝这里就显得没那么自然了。乐宝有种强撑着自己，硬着头皮接受的感觉。因为体检时绑带所带来的压力感，所以乐宝时不时的就会低着头，很不老实，生怕兽医是来谋害自己。双开门大熊猫也有着自己柔弱的一面，就像将爷爷给乐宝模拟体检时一样，看到圣熙阿姨手里的血压检测绷带时一直不放心，时不时的去查看，然后再看向奶爸，想问奶爸姨母手里的那是个什么东西，不会是来谋害自己的吧？始终放心不下。当奶爸接过姨母手里的血压绷带时，乐宝直接表示拒绝，就连小零食都不吃了，直到将爷爷给爱宝搬出来。乐宝一听到爱宝，立马鼓起勇气，表示自己不能在爱宝面前丢人。乐宝此刻也是个为爱冲锋的战士，而之所以体检
则是因为爱宝和乐宝年纪大了，到了该养生的年纪了。而血压则是其中需要管理的项目之一，只不过乐宝这里跟爱宝比起来，胆儿太小了，明显还需要再慢慢适应。